大家好，本期大问题节目要探讨的大问题是：科学的发展能证伪宗教吗？前段时间呢，网上流传一个视频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在一次讲演中透露他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个造物者的存在虽然这个造物者呢并不是人形的，但这个宇宙的秩序并不是偶然产生的。杨老分享说呢，随着他年纪增大，随着他对物理学的认识愈发深入，他自身的宗教感也越来越强。如果你问我说是有没有上帝呢？那么如果你所谓的上帝是一个人形状的，那我想没有。你如果问说是有没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这个因为整个这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那么所以这些这么不偶然而力量这么大、影响这么大的东西是哪来的呢？我现在90多岁了，我这个年纪越大的时候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是在改。在20岁的时候，我会对于把这个造物者或者是自然形象化呢是坚决反对的。可是我年纪渐渐大了以后呢，这个反对这个的动力在降低。那我为什么缘故呢？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呢，自信心变小了，因为看见的东西、妙的东西多得不得了，自己觉得能够把这东西贯彻的了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么所以如果你说这个就是比较多有宗教感，我想是一个正确的讲法。我们听到杨振宁先生的这个想法多少会感觉有点意外虽然不至于觉得不可理喻但是就像我们听说牛顿、爱因斯坦说他们也有宗教信仰一样，我们多多少少会感觉有些意外为什么会感到意外呢？因为科学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互斥的。我们都知道以前科学不够昌明的时候宗教掌控着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权这个世界是由神创造的人也是由神设计的日月星辰都是由小精灵在推着走的。但是随着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宗教对世界的解释都在被不断的证伪。我们发现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人类是由猿猴演化而来的，日月星辰的运动是因为万有引力并不是因为神明在发功。因此我们从中就能看出这么一条逻辑那就是宗教只是科学发展尚不昌明的阶段性的产物，科学和宗教是对立的，或者说是彼此互斥的。因此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必将会被驱除。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我们看到有一些科学家，甚至说是世界顶尖级别的大科学家，包括像牛顿爱因斯坦杨振宁这样的大科学家，都说自己有宗教信仰，或者至少有一种准宗教的信仰。这就让我们觉得他们似乎是分裂的我们会觉得科学和宗教是对立的一个科学家应当是无神论者而这些大科学家有宗教信仰，究竟是这些科学家个人的问题，还是科学本身就是没办法去除宗教呢？科学和宗教究竟是一种互斥的关系，还是说两者是可以兼容并存的呢？为了摆清楚这个大问题，我们查阅了一些文献资料，基于这些文献资料，我们模拟了一场严肃的辩论。辩论分为正方和反方。正方持一种对立论，正方主张科学和宗教是对立的，或者说是互斥的，因此科学的发展能够证伪和排除宗教信仰。而反方持一种兼容论，反方认为科学的发展并不能证伪和排除宗教信仰，科学和宗教是可以兼容并存的。好，介绍完正方和反方的基本立场，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辩论环节。首先进入第一轮辩论，有请正方出场。科学和宗教能否兼容并存呢？对此正方的回答是当然不能，科学和宗教是处在一种势不两立的状态之中的，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关系。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必将会被驱除。大家注意我们今天的辩题并不是说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后现实中就不会有人信教了，现实生活中可能永远都会有宗教的存在。但正方主张的是，在理论上科学和宗教是互斥的虽然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现实中还是会有人信教，甚至还是会有科学家信教，但这只能说明是这个信教的人自己认识不够充分的问题，是这个人智力上泛滥的问题，而不是科学的问题。有人信教，甚至有科学家信教，并不能从道理上说明科学不能证伪和排除宗教。好，我们从逻辑上捋清楚正方的主张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从历史大势来看，确实也就是这样。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宗教的空间不断的被挤压，确实呈现出一种科学在证伪和驱除宗教的趋势，对吧？之前开题的时候也提到了，以前科学不昌明的时候呢，宗教掌控着对世界的解释权，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解释都被证伪了，都被科学解释给取代了。那么相信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在道理上宗教就是会完全被科学所取代。
另一方面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面，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也在逐渐被去除。在前现代呢，比如说你种庄稼缺水，你会去拜龙王，对不对？你生孩子总生不出来，你会去拜观音菩萨，对不对？但是呢，现在的人如果在面临不孕不育的问题的时候，那肯定就不会先去拜送子观音了，而是去医院去找治疗不孕不育的医生找解决方案，对不对？好，这就是正方的主张。从道理上来说，科学和宗教是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的，历史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宗教必将会被驱除。好，说完正方的主张，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反方的主张。反方认为，科学的发展并不能排除宗教信仰，反方会主张一种兼容论，也就是说，无论科学发展的再怎么昌明，宗教永远都会有自身的存在空间。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就提出过一种说法，简称 NOMA， 这是 Non-Overlapping Magisteria 的首字母缩写，也就是科学和宗教是两种不重叠的权威的意思。这就是说呢，两者所关涉的领域是不一样的，因而是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的，是可以兼容并存的。那么这个 NOMA 具体是怎么说的呢？一般而言啊，学界对 NOMA 有3种解读。第一种解读呢，科学处理的是物质世界的对象，而宗教处理的是精神世界的对象，对吧？你科学研究的都是物质世界的什么分子啊、原子啊、夸克啊之类的东西，而像上帝存不存在啊、上帝爱不爱我们啊，这事情就是科学管不了的事情，对吧？你能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测一测上帝存在或者不存在吗？你是测不出来的嘛，因为它不是外部世界的对象，而是我们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信仰的对象，因而就是宗教所关涉的对象。这不该你科学来管的事情，你科学就别来僭越。这就是对 NOMA 的第一条解读。那么对 NOMA 的第二条解读是说呢，宗教处理的问题是科学通过实证的方法所无法处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都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科学可以解释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啊，什么万有引力啊，什么相对论啊，什么量子力学啊，都可以来解释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但是这个世界为何存在，这事情就是科学解释不了的，而这就是宗教所关涉的对象呢。这就是对 NOMA 的第二条解读。NOMA 的第3个解读呢，是说科学处理的是事实问题，而宗教处理的是价值问题。而这个事实问题呢，指的就是一些事实性的判断，就比如说这个人类是不是演化而来的，还是被设计出来的啊，这就是个事实问题。而价值问题是指一些关于好坏善恶的价值判断，就比如说我们怎么生活才是好的，或者说啊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好人啊，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对吧？这里科学是管不了的吧？因为科学研究是价值中立的，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就是科学是一种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处理不了价值问题的，因为事实是推不出价值的嘛。就比如说这个基因编辑，从科学的视角来看无所谓好坏，只有能不能做成的问题。但基因编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不是应当发展的，这就是科学本身所无法回答的了。当然另一方面啊，承认 NOMA 的第3条解读的宗教人士，他自己也会自觉一些，就不再去触碰事实问题的。这个宗教也在发展嘛，就比如说那些什么奇迹啊，什么发个工具让海水分开啊，什么5饼2鱼就喂饱了全村人啊，这些事实问题，宗教就不再掺和了，宗教对此保持沉默，这些就交给你们科学家去证实或者证伪吧。而宗教呢，就专心致志地处理价值问题，让有信仰的人树立良善的3观，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好，这就是反方所主张的 NOMA 学说。科学和宗教两者处理的是不同领域的东西，因而是可以兼容并存的。当然了，要认可 NOMA 学说啊，这要求宗教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是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和退让，不再宣传奇迹，不干涉事实问题，而专注于刚刚我们说到的精神世界、非实证性的根本问题以及价值问题啊，这就有点这个自然神论的味道了，对不对？其实啊，这也就是很多科学家所信仰的一种宗教了。其实啊，我们纵观历史啊，与其说宗教的发展像正方所言的那样是不断被证伪和驱除的过程，倒不如说是宗教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退回到自身核心定位的过程。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啊，宗教和科学的关系啊，并非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啊，经历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其实啊，我们说来说去也就这么几次斗争的案例，什么哥白尼的书被禁啊，什么布鲁诺被烧死啊，什么伽利略被迫害啊，说来说去也就这么几个教会迫害科学家的案例。而且呢，实际情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残酷。哥白尼是死后书被禁了一段时间，布鲁诺被判死刑呢，并不是因为他在搞科研，而是因为他要另立新的宗教。还有伽利略被迫害啊，其实也就是被软禁在自家的小别墅里面，该做研究做研究，该会课会课。而且大家要知道啊，早期的科学研究几乎都是在教会的支持下进行的。在大学养活这帮科学家之前啊，养活科学家的机构是教会。当时科学家搞科研呢，是为了荣耀上帝，就比如说牛顿就是这样的想法。上帝创造了世界呢，并为他赋予了精妙的自然法则，而牛顿研究物理学的一个动机就是为了印证上帝的伟大智慧。另外我们再举个例子啊，
本来呢，这个基督教认为宇宙是永恒的，而现代物理学认为，这个宇宙有个起源。结果呢，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宇宙大爆炸这个学说啊，最早并不是由什么哈勃或者爱因斯坦提出的，而是由比利时人乔治·勒梅特提出的。而他是个天主教的牧师，人家就是一个神职人员。另外呢，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最早的一些科学思想也都是传教士带来的，对吧？我们都知道利玛窦啊、汤若望啊、南怀仁啊，这些都是传教士啊。中国最早的一些现代科学思想都是他们最先带来的呀。可见，咱们说回来呀，纵观历史，宗教和科学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反而早期的科学研究是在教会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现在呢，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并不是被驱除了，而是退回到自己的核心定位之上，那就是退回到精神世界、非实证的根本问题以及价值问题之上。这样的宗教难道不能和科学并存吗？好，这就是反方的主张。介绍完反方的主张呢，我们下面来看看正方对此有什么回应。之前反方提到的 NOMA 好像很雄辩的样子，而且呢，好像宗教已经摆出了一副妥协的样子，对吧？人家都妥协成这种不干涉主义的自然神论了，这样的宗教和科学应该是能够兼容并存的了吧？正方可不会这么轻易认输哦，还记得吗？正方的主张是科学的发展必然会排除宗教信仰，无论你是不是这种不干涉主义的宗教，科学和宗教就是不兼容的，所以正方是不能够接受 NOMA 学说的。哲学家约翰·沃勒尔就对 NOMA 的3种解读逐条给出了反驳。第一条解读是说，科学处理的是物质世界的对象，而宗教处理的是精神世界的对象。沃勒尔回应说，这一条是建立在一个非常武断的本体论的假设上的，好像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2个不同的世界，处在一种二元分立之中。沃勒尔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整体的世界啊，在这个世界中，要么上帝存在，要么上帝不存在，就像在这个世界中，夸克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一样。你不能说啊，虽然呢，这个上帝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里面不存在，但是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世界里面存在了，那你这就有点耍滑了，是不是？而且啊，即便承认上帝只在这个精神世界里面存在啊，那么宗教依然要回答，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上帝在这个精神世界里面存在，对不对？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也需要证据，我们才能说它存在啊，对不对？这就像这个夸克啊，这个夸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啊，它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啊，但是我们说夸克存在就是建立在坚实的证据之上的呀。同样的，你说上帝在这个精神世界里面存在，你也需要给出证据啊，你是要讲道理的呀。而一旦你要讲道理了，这就和科学脱离不了关系了，因为讲道理是要遵守全世界都共通的游戏规则的，就比如说要摆事实啊，要讲逻辑啊。那么宗教和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不重叠的了，而是竞争的关系。就是你宗教凭什么说你讲的道理比科学讲的道理更有道理呢？那咱们得说道说道，是不是？看哪边的道理更有道理，对吧？如果科学上找不到上帝存在的证据和道理，凭什么你宗教就能讲出更好的道理呢？如果你真给出了更好的道理啊，那就不是宗教了，那你就是科学了，对不对？如果真的通过这个实证的方法啊，就是摆事实啊、讲逻辑啊，从而证明这个世界就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结论当成了科学结论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呢，你们宗教总是不来真的，总是玩虚的，这就不叫讲道理了，这叫糊弄。好，这就是正方对 NOMA 的第一条解读的反驳。第二条解读是说啊，科学处理的是实证的问题啊，宗教处理的是科学不能够实证的问题。沃勒尔说，首先，科学能够实证的和不能够实证的这个界限一直在变动啊，就像当年地球是不是宇宙中心这事儿啊，在古代看来是没法实证的啊，当时的科学处理不了这个事情，但是理论上它依然是个科学问题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就是能够被实证的问题啊。所以宗教固守的所谓的这个科学不能够处理的问题啊，是一个不断缩小的领域，理论上这个领域是不存在的。所以宗教这不就有点这个钻空子嘛？啊，就是仗着这个科学的发展呢，并不能一下子搞清楚所有的问题。那宗教就专门挑一些科学暂时还没研究清楚的问题啊，就说这个地盘是自己的，这不就是钻空子吗？这并不能在道理上证明科学和宗教是可以并存的。其次，即便我们承认啊，就是有一些领域科学处理不了啊，可以交给宗教来处理，那么问题又来了。你宗教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撇不开和科学的关系啊，因为你宗教对这些领域做出断言，肯定也是要讲道理的呀，对吧？你一旦讲道理，这又回到对第一个解读的批评上啊，你宗教凭什么说你讲的道理就比科学讲的道理更是道理呢？那这样的话，科学和宗教并不是不重叠的关系，还是有竞争关系的，这就是对 NOMA 第二条解读的批评。第三条解读是说呢，科学处理的是事实问题，而宗教处理的是价值问题。沃勒尔首先承认啊，这第三条解读啊，比起前两条解读要靠谱多了，逻辑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硬伤啊。宗教自此放弃对所有事实问题的解释，全都交给科学，宗教只关心善恶对错。确实，表面上看，这样的宗教在逻辑上是可以和科学并存的，但是问题在于，
请问在现实中有这样的宗教吗？请问有哪种宗教会做出如此大的牺牲，要放弃对任何事实问题的解释呢？注意哦，是任何事实性的判断哦，不单单是放弃对诸如五饼二鱼、喂饱全村人或者圣灵感应这种奇迹事实做出判断，也包括一些对宗教很重要的事实判断，比如说人有灵魂啊，比如说这个世界是由神创造的，这样一些重大的事实，宗教也不能做判断哦，甚至连上帝存在这样的事实判断，宗教也要保持沉默了哦。请问哪个宗教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可能的嘛？它只要在现实中是个宗教，总难免要涉及到对事实问题做出解释的。因为宗教给出的任何价值判断，其实都不得不预设某种事实判断，哪怕是一种隐秘的事实判断。就比如说，这个教会教育你要保持虔诚啊，礼拜六放假了要去做义务劳动，去扶老奶奶过马路。但是宗教之所以能够宣扬这些价值，是暗含了这么一条事实预设的，那就是你是有灵魂的，对不对？并且你的灵魂会因为你经常扶老奶奶过马路而得到救赎的，这就是已经暗含了事实判断的嘛。所以对于 Noma 的第三个解读，宗教其实是做不到的。而一旦宗教牵涉到对事实的判断，又回到对之前的批驳之上，那就是你得讲道理啊。那宗教和科学还是处在一种不重叠的竞争关系之中。好，这就是沃勒尔对 Noma 的逐条反驳。说完对 Noma 的反驳，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反方将会怎么回应。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啊，大问题系列节目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我们更多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科学与宗教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的推送。我们用哲学家第一人称的方式复原了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听完正方对 Noma 学说的批驳啊，反方回应说，这科学也太狂妄了吧，尤其是对 Noma 第二点解读的批驳啊，什么这个世界上一些科学研究不了的根本性的问题，宗教也无权来研究哦。宗教要来研究的话，还得用科学方法，合着这逻辑就是说呢，科学研究不了的领域也必须由科学来研究。你们听听看，这还是人话吗？我们之前也说了，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科学就是没法研究的。就像哲学家莱布尼茨发出的感慨啊，为什么万物竟然存在而不是无？你们说这是个科学问题吗？科学对此能给出确切答案吗？而且啊，现在一个有科学素养的当代科学家，他们都会刻意去避免对那种形而上的本质性的问题的关注。这个以前的科学家呢，就比如说牛顿和爱因斯坦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他们都会去追求某种客观真理或者说绝对真理。但是到了后来啊，尤其是到了量子力学出来以后，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会自觉的去拒斥追求这种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科学真理了。现在的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叫真理，而叫做可验证的假设。而对于一些不可验证的东西呢，现在的科学会自觉保持沉默。而在这份科学保持沉默的领域，就为宗教信仰保留了地盘。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啊，就像开篇提到的杨振宁先生的感想啊，他说这个宇宙是如此的精妙，很难相信是偶然产生的。估计呢，杨老在这里未言明的语境啊，就是宇宙微调啊，有不少科学家都是根据宇宙的微调现象，从而认为宇宙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被设计出来的。什么叫微调呢？啊，我们引用之前有期节目的素材来科普一下这个微调理论啊。什么叫微调理论呢？就是物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想给整个宇宙搞出一个统一理论，或者叫做万有理论，就是把什么量子力学啊、广义相对论啊等等理论全都整合在统一的理论模型之中，用一个简洁的统一的理论模型来解释整个宇宙的基本规律。爱因斯坦晚年就一直想试图搞出一个万有理论，当然了，直到现在呢，物理学家的这个终极理想都没有实现。不过目前物理学家呢提出一个阶段性的准万有理论，叫做标准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呢，囊括了像夸克啊、氢子啊等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也囊括了像强力、弱力、电磁力这种物理的基本力。那么除了这些基本粒子和基本力之外呢，物理学家惊奇地发现，在这个标准模型中有19个底层的自由参数是没有道理就被设定成这样的。啥叫自由参数呢？就是这些自由参数呢，它并不是计算推导出来的，它就是恰好的取了这个值，没有任何道理可言。问题就在于这些自由参数并非是非得取这些值，它完全可以取别的值，这个宇宙依然可以自洽的存在。但是只要这些自由参数哪怕是变动一丁点，这个宇宙就不会演化出生命，甚至都不会产生星球，甚至连化学变化都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宇宙依然是可以存在的，而且按照概率，这样荒凉的宇宙是大概率会发生的。
咱们举例子来说啊，就比如说引力，如果这个宇宙的引力稍微强一点点，那么恒星就不会持久存在，它很快就会被燃尽。另一方面呢，如果引力稍微弱一点点，那么恒星内部的压力就不够，根本无法发光发热。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引力正好就被设定成目前这种不多不少正好的状态呢？引力只是其中一环啊，与此相关还有其他太多因素要和引力配合才行。就比如说宇宙膨胀，我们知道引力是把宇宙物质聚合在一起的力量，相反还有一股让宇宙膨胀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暗能量。如果暗能量的作用稍微强一点点，那么宇宙中的物质就没法受引力的影响聚集成星球。那么如果暗能量的作用稍微弱一点点呢，那么大爆炸以后的宇宙很快就会再次缩回去。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暗能量的作用正好就被设定成目前这种不多不少正好的状态呢？再比如，这个宇宙的空间为什么是三维的？宇宙完全可以有更高维的空间，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更高维的空间里，行星运行的轨道是不稳定的，也只有恰好在三维空间里的轨道才是稳定的。但是行星轨道不稳定，并不能反推出宇宙空间必须是三维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空间正好是三维的？再比如，上夸克和下夸克的质量也是自由参数，如果稍微差一点点，根本连除了氦原子之外的其他原子都形成不了，这个宇宙将不会产生化学反应，更别说后续的其他宇宙事件了。但是谁说宇宙一定要有化学反应？所以问题就在于，夸克的质量为什么就被设定成这种不多不少正好的状态呢？好，其他参数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这些底层的自由参数正好就取了这样的数值？为什么我们这个宇宙的物理规律正好就适合产生化学反应，正好就适合恒星和行星的形成，乃至正好就适合演化出生命呢？要知道啊，所有这些自由参数组合在一起，可供选择的区间很小很小，哪怕是变动一丁点都不行。那么目前为什么就正好落在黄金区间中呢？智能设计论者说，你们无神论者可别再跟我整什么自然选择喽。我们知道啊，生命是可以演化的，宇宙环境也是可以演化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物理规律是可以演化的吧？这些底层的自由参数从宇宙诞生起就是恒定不变的，那么你们怎么解释这些自由参数从一开始就被设定成这样？这是不是说明为了使得生命出现，有一个智能设计者在创造宇宙的时候早已微调过这些自由参数，使得这些自由参数正好精准地落在这些黄金区间内？这是智能设计者提出的质问。哎呀，有时候想想啊，这个微调现象啊，还真挺神奇的。真的，这个宇宙还真不是有点巧的问题，而是太省略号太巧了，巧到让人不可思议。这么看来的话，似乎设计者的刻意微调是一个更简洁有力的解释。好，科普完微调理论啊，不过我们这里说明一下，杨振宁先生说的这个造物者或者设计者呢，并不是一种人格化的设计者。不过呢，意思大概就是杨导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这个宇宙很难想象是偶然产生的，而更有可能是出自一种更高级的设计。确实呢，科学可以给出一套物理学标准模型啊，可以测算出其中的各种参数，但是为何那些自由参数恰巧取了这样的数值，使得这个宇宙恰好落在黄金区间里面？这就是科学本身无法解释的了。这么一种宇宙的合目的性，就为信仰预留了空间。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吗？说这个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啊。当然了，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这话说了有点满啊。科学回答不了的一些根本问题呢，倒不能就证明某种特定的宗教对这种根本问题的回答就是正确的。但是呢，至少能够说明科学是有尽头的，科学并不能穷尽一些根本问题，因而这就至少为宗教保留了地盘。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宗教是能够兼容并存的。其实啊，历史上有一些大哲学家的哲学理论是支持兼容论的，或者说至少是对兼容论相对更友好的。就比如说大哲学家康德就认为啊，对于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啊，科学是永远没法给出解答的。对于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只能信仰。用康德哲学的话来说啊，就是科学知识只能处理现象界的事情啊，也就是我们的认知范畴能够投射其中的现象界啊。对于那些我们的认知范畴不能发挥作用的本体界的存在，我们只能信仰。大家知道啊，康德是一个启蒙哲学家，他认为我们并不能通过知识的方式证明上帝存在，但同时呢，康德也认为我们也不能通过知识的方式证明上帝不存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就是科学所不能证伪的。再但是呢，即便我们不能确认上帝存在啊，康德认为为了道德的缘故，我们需要假设上帝存在啊。当然了，康德这里说的上帝并不一定就是基督教圣经里面描述的那种上帝啊，而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者。这个无条件的绝对者能够为道德的绝对律令提供无条件的担保。那另外一位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呢，也会持一种对兼容论更友好的态度。一方面呢，维特根斯坦有一颗强大的理科脑啊，他强调说事情呢要把话说清楚啊，要讲究条分缕析，要摆事实讲逻辑，要讲究科学思维。但另一方面呢，维特根斯坦认为
像伦理判断啊、审美体验啊，以及宗教体验啊，这些根本性的东西，也是人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像宗教体验这种根本性的东西啊，我们就不能放到科学层面上去条分缕析的。科学对这些根本性的东西啊是说不清楚的，我们对此应当保持沉默。当然，维特根斯坦可能也不会认同某种特定的智能设计论或者神创论啊，因为这些说法可能经不起检验，太过武断了。但这个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可能会对这些宗教解释持一种更包容的态度啊。当然，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细节问题了，在这里我们不去展开。总之，像康德、像维特根斯坦这种主张启蒙、讲究科学思维的人，他们的思想反而是支持兼容论的。好，这就是反方的回应。科学的尽头并不一定就是神学，但科学是有尽头的，因此这就为宗教信仰保留了地盘。好，说完反方的回应，我们再来听一听正方对此又有什么新的回应。这个反方说呢，这个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呢，科学是处理不了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啊，宗教就能处理得了了。这个正方会说啊，哎呀，我们就不明白了，科学处理不了，你宗教凭什么就能处理得了？什么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啊，这都是胡话。如果这些领域超出了科学的领域，那么它也必然超出了神学的领域。我们打个比方啊，这就像说啊，量子力学，目前科学就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原理。哪怕呢，科学永远也不可能搞清楚量子力学的原理啊，但是你宗教神学就可以跑过来说啊，这个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就是上帝怎么设计出来的，你凭什么这么说啊？我们科学家研究不出来，你神学家一拍脑袋就能给出答案呢？你宗教也得讲道理啊，是不是？这又回到老问题了，你一旦要讲道理，你也得按照基本法呀，你得摆事实讲逻辑啊，你不能跳大神啊，是不是？在这里呢，正方会说啊，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啊，或者说宗教在所谓的科学的尽头给出了一些宗教解释啊，其实犯了一个典型的逻辑谬误，那就是假的两难推理 false dilemma。 什么叫假的两难推理呢？就是说呢，你看关于这个世界为何竟然存在这个大问题，你科学没法给出解释了吧？科学到了尽头了吧？那既然你科学解释不清楚，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被更高级的造物者创造出来的，这就是假的两难推理。谁说目前科学解释不清楚的就非得用神创论来解释？难道咱们就不能暂时存疑，然后通过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来解决吗？之所以宗教总是利用这种假的两难推理做出什么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这种断言呢？说到底啊，是因为宗教解释总是立场在先的，就是你们想要把这个世界解释清楚之前，你们的立场早就确定了，所以就甭管给出什么样的素材啊，你们都能扯到啊，这难道不就正好印证了上帝的存在或者上帝的伟大吗？对吧？最终都能扯到你们的宗教信仰上，这就是立场在先嘛。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然而被屁股决定的脑袋还能是清醒的脑袋吗？一种基于信仰给出的宗教解释或者神学知识，还算是讲道理的知识吗？好，这就是正方对反方所谓的科学的尽头是神学的回应。宗教对一些所谓的根本问题的解释啊，通常都是一种立场在先的强行解释。那么接下来反方对此会有什么回应呢？反方会说啊，你们正方说宗教是立场在先的，难道科学不也是立场在先的吗？科学其实也是一种信仰。科学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种信仰，它在这一点上是和宗教一样的，都是基于信仰的。那么既然都是基于信仰的，凭什么说你的信仰就比我的信仰要更高明呢？为什么说科学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呢？首先啊，任何科学的底层都有一些公理，科学本身会把这些公理当成是不证自明的。注意哦，这些不证自明的公理是无法通过科学本身来检验的，它们构成了科学大厦的基座，而这些公理本身，说中性一点，是一种信念，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一种信仰。我们之前有一期讨论科学哲学的大问题节目中啊，也介绍过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观点，他就说呢，科学的发展啊，其实并没有什么线性的必然是进步的方向，科学的发展就是一种底层范式的突然变换。这个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呢，并不是因为新范式本身更符合逻辑，或者说更符合世界的本质，而就是基于科学共同体中相信这种底层信念的人多不多。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一种拥有不同底层信念的人所组成的圈子之间的话语权的斗争。那另外一位哲学家菲耶阿本德呢，在库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认为呢，科学啊其实并不比非科学的宗教更高明、更正确，而乌林说呢，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科学与宗教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为什么能这么说呢？因为啊，这个科学理论的提出啊，很多情况下都是基于科学家的一种近似于宗教体验的灵感而迸发出来的，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所谓的科学道理可言。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科学理论的传播啊，也是基于很多机缘巧合的因素才被科学共同体甚至社会大众认可的，这其中更多是所谓的传播学在起作用，而非科学本身具有什么真理性。因此呢，
科学所宣扬的那种比宗教神话更高人一等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神话。另外呢，还有一些左派的学者，比如说像马尔库塞，认为抱持着实证主义的现代科学技术啊，本身并不是什么客观真理，而是与资本主义共谋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统治的权利，目的呢，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呢进行全面的控制，从而把人塑造成一种单向度的人。当然，我们说回来啊，科学是不是像马尔库塞批判的那样，只是一种统治意识形态呀？即便这种说法是有待商榷的话，但至少反方可以说，科学本身也是基于信仰的。那既然科学本身也是基于信仰的，那么信仰为什么不可以多元化呢？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一种名叫科学教的信仰呢？我们宗教可以包容你科学，那么你们科学为什么就一定要对宗教赶尽杀绝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兼容并存呢？好，这就是反方基于科学也是一种信仰对正方所持的对立论的一种质疑。说完反方的质疑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正方对此的回应。对于反方的观点，也就是科学也是基于信仰的，因此并不比宗教神话更高明。正方对此的回应是，把科学和宗教信仰混为一谈，你们开什么玩笑呢？正方首先承认了，虽然呢在科学研究中有一些前提性的理论或者说范式呢是来自于科学家的灵感的，这其中确实可能没什么道理可言啊，但是呢，就像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言的那样，这些基于灵感而迸发出来的理论啊，是要接受经验的检验的呀，尤其是要接受经验的证伪的呀。科学的精髓是试错法 （trial and error）， 或者用波普尔的话说，就是猜想与反驳。就是你提出的理论啊，是要接受经验的检验的呀，经受住反驳的理论才是靠得住的理论。这也就是胡适之先生说的大胆假设，小心验证的意思，这才是科学的精神嘛。而这一点呢，就构成了科学和宗教的重大区别啊。对于那些前提性的理论呢，科学家并不会像宗教徒遵循教条那样把它们当成是绝对的真理。科学家会把这种前提性的理论看成是一种近似的真相 （approximate truth）， 也只有经历过经验的检验之后，我们才会选择以这种假设作为前提。而且呢，这种前提假设啊，随时都要向任何质疑和挑战保持开放，对吧？如果在座有搞科研的朋友的话，你写科研论文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学术要求，而这些要求的核心诉求，其实也就是在说，不要对自己的理论太过自信，不要因为这个理论是你提出的，你就对它有更多的偏爱。地质学家托马斯·张伯伦就提出过一种做科研的心法，叫做多重操作假设。提出这个心法的初衷啊，因为人性啊有这么一个弱点，就是会溺爱自己提出的观点啊，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呢，就会对自己提出的理论呢有更多偏爱，哪怕科学家也是这样。所以呢，科学家在收集经验证据或者说采集数据的时候呢，就会自觉不自觉啊，从中选取那些符合自己原有观点的素材，而无视不符合原有观点的素材。所以呢，对于这种人性的弱点呢，张伯伦就要求科学家在提出理论假说的时候啊，不单单是要大胆假设，而是要做出多重假设。就比如说呢，你要解答一个大问题，需要不仅仅只提出一个假说，而是需要提出多个假说。这些假说彼此之间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对于每种假说呢，你需要把正的反的都说一遍，然后经历过各种支持和反对以后，再从中选择一个相对更合理的假说。这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咱们这个大问题大 Alex 的节目形式，对不对啊？总之呢，科学并不像宗教信仰那样会执着于教条，而恰恰相反，科学要不停的批评和反驳，经历了充分的批评的学说才是靠谱的学说，这才是科学精神的精髓。所以基于上述理由，科学不是基于信仰的，在这一点上，科学和宗教神话当然是非常不同的。好，这个问题辩解完了，下面正方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科学和宗教是不同的，那么凭什么科学总觉得自己比宗教高人一等呢？这个不同的话咱们可以并立嘛，但为什么要觉得高人家一等呢？要取代或者排除宗教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啊，就是虽然科学家并不会觉得科学有多厉害，对吧？这个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不要对自己的观点过分自信，对不对？但是呢，吊诡的地方就在于，恰恰是科学这种对自己不过分自信的姿态，使得它就是比那些对自己过分自信的宗教啊、神学啊要高明一些。这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悖谬的感觉？我们说个故事你就能理解了。这就有点像苏格拉底的神谕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呢，有人去神庙里面求神谕啊，这个神谕就是神的指示的意思啊。他就问呢，
全希腊最有智慧的人是谁？神谕回答说是苏格拉底。然后这个人呢就把这个神谕呢告诉了苏格拉底本人呢。苏格拉底听了以后大为不解啊，不对啊，我感觉我自己很无知啊，我的口头禅就是这事儿我不知道，对吧？我这么一个成天说不知道的人，怎么会是全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呢？你看那些成天说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人啊，这种人在希腊不少的啊，对吧？他们自己把自己都叫做智者，我怎么可能比他们更有智慧呢？哎，最后啊，苏格拉底把这事儿给想明白了。这条神谕的道理在于，正是因为他自知无知，所以他就比那些成天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人更有智慧。在这个意义上，同样的道理，科学之比宗教更高明的地方就在于，科学是自知无知的，而宗教就相当于那些兜售真理的希腊智者。对世界、对认知保持开放的态度，就是在认知上能够碾压别人的体现。好，这就是正方对反方指责说科学也是一种信仰，因而并不比宗教更高明的回应。本期关于科学能否证伪和驱除宗教的大问题，我们分别介绍了正方的观点和反方的观点。简单总结一下，本次辩论呢分为对3个子议题的辩论。第一个子议题是科学和宗教能否兼容并存，正方认为两者是互斥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必然会被证伪和驱除。反方则提出了一种兼容论的方案，也就是 Noma 学说，但正方也对其进行了批驳。第二个子议题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的尽头是神学，也就是说在科学的边界之外能否有宗教的容身之地。反方认为宗教在科学之外有其自身的地盘，但正方认为是没有的，因为宗教但凡要对事实问题做出解释，必须遵从同样的讲道理的规则，那么它就和科学是有竞争关系的，因而并不存在两种不同的东西的兼容并存。第三个子议题是所谓的科学是不是和宗教一样，也是基于一种信仰的。反方认为科学本身也是基于一种武断的信仰的，因而它并不比宗教更高明。而正方反驳说，虽然科学的前提可能是武断的，但它不同于宗教的地方在于它是开放的和接受批判的，是自知无知的，因而在这一点上是比宗教更高明的。对于今天这场辩论，不知道你更赞同哪一方呢？或者说你能否提供更好的理由？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